Hello，欢迎第一组的宝宝们、伙伴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再次光临啦。今天呢，我们来做一个主题哦，就是想要让宇宙透露一点讯息，有什么样让我们会感到惊喜的事正在接近当中。这不会限定人事物，看宇宙给我们什么讯息，我就给大家解读。如果你有截取到，有感应到，有共鸣，那就是给你的消息了。好，那首先关于这样的一个惊喜我们的1号宝宝，你们选到的这张主牌很特别，这是游泳圈呢。这个游泳圈是在，你看后面的背景是瓷砖，显然是在游泳池，它不是海边。所以我看到的是某些状态是在一个范围里面，这个惊喜，而这惊喜就是这个游泳圈，递出救援，有没有？伸出援手，甚至给你一些安全感。我这里甚至感觉到这件事情你是不用很熟练，你甚至也不用非常的灵活，就像游泳圈它是用在不太会游泳的人或者是害怕游泳的人身上，它是给了一个安全的保障，一个支持，让你可以浮起来，不会沉入水中。而这样子一个水面其实相对的也没有波涛汹涌，还蛮平静的，对不对？所以现在第一点，光主牌我觉得你们现在的某一种状态，它是被框架框住了，就是个游泳池的概念。我觉得它不是很大的一个大的面积的匮乏，或者是说低落，或者是说溃败，更多了我觉得是在某一种范围里面的被限制。但是这个限制显然已经有了机会的来临，因为游泳圈出现了，有的人来救援你了。如果在工作上甚至有资金突然就来协助你，突然就投入了，解你的燃眉之急，有这样子的迹象。但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是一个主能量，你后面可以期待到的惊喜。但是过程里面，我们来看看这后面3张的神谕卡，我觉得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因为前面就来了2张，不是这么轻松的感觉，有点沉重了，监禁。这个女人靠在墙角，一个人窝在那里似乎非常的寂寞，非常的孤单，非常的低落。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希望有游泳圈出现，对不对？我们来开始看这样子是怎么样一个能量。我觉得更多的是说你会从困住走向被拯救的能量，这是你曾经的状态，就是我刚才说的被困住。这里的监禁不一定是外在真的被局限，就像我刚才说，它可能是一个内心的某一种被某个关系给绑住或者是责任感的压制或者是说你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某一些感觉或想法，没有疏通。你有可能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明明可以离开，但是我却没有走，就像这个女人窝在这里一样。我觉得似乎看不到希望，这更多是你内心的那种忧虑，或者是说某一种悲观造成的。你可能知道这个东西不对，但是又忍不住把自己困在那里。这就形成了后面这一张牌，这个有后悔，还有一个压抑的这个能量，也是黑暗的能量。但是明明有光你看看他头顶上其实有光，对不对？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在像他说的图面上字面上所表达的是一种悔恨，或者是过去做了什么事让你觉得很后悔，这边说如果这是监禁你自己的理由的话，那你是时候该放开了。因为你其实很清楚这些事情你一旦选择了这样的忍，这样子撑，这样子的压抑，其实你一点都不开心，
有没有最后的这个所谓的幸福？你最后其实是会幸福的，但是中间的这个历程竟然会这样。我觉得宇宙在说了一个人生的历程哦，你就是要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历练、一个试炼哦，你就慢慢知道什么叫做幸福了。你知道怎么样去抛开这样子的后悔、这样子的难熬、这样的压抑，或这样子的不知所措，把自己困住的一个状态。不管是一个关系、一个人或一个事情，还是财务面、工作面，都可以哦。这个游泳圈，刚才不是说它已经递到水面去了嘛，已经丢在水上了。但是那个人其实就是被解救的人，并没有在上面，对不对？我看到的一个可能是你身边其实已经有人在救援你了，已经给你递出一个希望之光了。但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头顶上的这个光？你身边，我觉得解救的方案跟方针，甚至是说人都已经出现。你需要放开自己去看到，幸福才会来到。这就是一个很清楚的历程哦，一个轴线哦。如果主轴是这个，那你应该要看到这个游泳圈到底在哪里。不要再继续的忍，继续的压抑，继续的忍让啊！如果某些东西让你这么不舒服，你要看看为什么你还愿意待在那里。不要让这样子的悔恨或这样子的无奈或这样子的后悔一直缠绕着你，去把它解开。幸福是会来的，这就是我看到的惊喜。宇宙说你的惊喜就在于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游泳圈，而且已经有了，你还没有上岸，你还没有去把它给抱住，你可能还在浮浮沉沉，觉得自己好像看不到天日，但其实好像就已经出现了。这代表什么？不是你自己硬撑就可以改变的啊。而是啊，有一个人、一个机会、一个事件啊，会把你拉起来啊！不要自己硬撑，去看看旁边，搞不好本来就有个东西可以帮你，去抓住它。而且这个能量很关键哦，它不是一个短暂的帮助，而是那种让你终于可以呼吸的那种转机，甚至喘一口气的感觉。你可以趴在上面休息一下，甚至它是可以支持你的、支撑你的，它有这个力量。那你有没有看到？我只觉得这个就是你们没有看到原因，因为你在监禁自己，或者是在封闭自己，或者不让自己去接触外在的一些新的资讯或新的一个讯息，去自己应该说去让自己多刺激一点，从外在的一些能量里面去改变你。如果你自己改变不了，不知道方法，有救生圈也是这个意思啊，是外在的东西，你去求救啊，不要去自己面自我痛苦、自我挣扎，然后找不到出路。很多时候，别人的一个帮忙、一句话或一个想法，搞不好就协助了你哦。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让你重新开始的一个契机哦，然后让你离开原本的环境。有这个机会，现在看到就是你们的一个主能量，而且最后来到一个幸福。我刚才一直说的，这里的幸福不是短暂的哦，它可以是稳定的，而且是踏实的那一种，有安全感，有归属感，有被支持的感觉，可以休息一下，趴在那里浮起来，你不会觉得自己一直往下沉沦哦。这代表的你的这个惊喜啊，不会是昙花一现哦，甚至还会留下某些东西给你哦。能量，我其实觉得不错的。细部塔罗来了一些更细部的解释，可能会解释的更清楚一点，让我们1号宝宝去了解到底是怎样的历程。这边第一张出来的就是哇，你们的牌其实很强大，有国王牌，然后又有2个金币，2个一个皇帝牌，然后2个国王牌，应该这么说，3张。第一张皇帝。非常关键，这代表的是控制、权威跟责任。这个啊，要不是你，就是别人。这头狮子啊，炯炯有神的一个眼神看着他的疆土，后面还有一座山，压力比山大。要成为一个皇帝、一个控制者、一个上位者，其实要承担的压力跟责任是很大的。你看后面就是那个山的形象。
头顶有光哦，还要非常的敏锐，非常的明智，非常的运筹帷幄，就是这个狮子扮演的角色，他必须扮演这样的角色。所以啊，这个啊，有可能就是你自己一直在扛的责任，或者你一直在扮演的一个身份，也有可能是一个关系人，你身边有一个这样的能量在影响着你，它非常强势。你的人生其实很稳，从前面来看，但是似乎不快乐。在游泳圈的下面是这个皇帝牌，到底是那个外力在影响你，还是你自己就是这样个影响你自己的人，让你自己在这个压力比3大的一个状态里面？你们可以看你们现在能量去截取，因为这是大众能量，会比较广大的去解说可能性，然后大家去提取你有感应的部分。游泳圈在这里，我觉得也是时候再讲一些事情了。你们如果有感应到，就有感觉，很稳，很有控制，甚至很有规模，皇帝的疆土，对不对？但是却似乎有一点东西是让人家窒息的，这很奇妙的一个感觉，对不对？明明很强大，但是我其实是很脆弱。有这种相对性在里面。那第2张来了愚人牌，什么叫做愚人啊？这个是海獭嘛，这个可爱的小动物，它是一个乐观无畏的牌哦，在这里就变成一个转捩点了。你会做一个看起来很冲动，但是其实很解放的决定，就在第2个步骤。这是一个历程嘛，所以会有时间相关性。当你这样的时候，接下来会这样，这样是怎样？就是突然离开一个短关系，毅然决然，就像原来的愚人牌，那个愚人背这个包裹，然后旁边还跟着一只小狗，然后就展开他旅程了，头也不回了，非常乐观的看向前方，看向他的旅程。这就是愚人牌的无畏啊，感觉又会有点神经大条，好像不够的有忧患意识，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太多忧患意识，需要放松一下，大胆一点。就你可能就会离开一个关系，或者是说辞职，突然辞职，老娘老子不干了，想要过快乐一点的生活，被监禁的。对啊，你看这2个是不是一个相反的概念？我就是不想被监禁，不想被困住，我想要像这个海狸还是海獭，对不对？这样子很开心的悠游在水上，所以你一定会做一个你以前不会做的选择。愚人牌是一个0号牌，就是所谓的塔罗的初始，最原始的第1张牌，很多东西要新创了，新开始了，是一个新的故事的展开。所以这就是你的救生圈时刻，你可能会看到那个救生圈了。很初期你就会发现到，我感觉再来中间这个金币的国王，哇，这在说什么？你的惊喜啊会非常的现实层面。金币国王讲求是什么？这不止操控，跟国王这个是皇帝，这是国王，但它不同的操控面，这是全面性的一个人生的方向的一个大的过程。那这个是更偏向更细致一点，再告诉你这过程有参与了什么，掺杂了什么，掺杂了金币，那就表示有实质面土的能量，很多经济的东西，或者是生活条件、生活品质，甚至你的收入、身份地位、健康，都包含在所谓的这个土能量、金币能量，它会展现得很强大，在中期的时候，所以这个转变我觉得非常的棒。但是他们上面2张的这个监禁跟一个悔恨跟这个所谓的后悔。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修炼的过程，这2个没有处理好，你怎么拿到这一个稳定的感觉？所以这2个必须处理好，你们2个中间的功课，这2个非常现实面的，不是空想的是绝对有可能的这可能是说会有一个稳定的对象，然后你的金钱面也会改善，就像刚才说的，或者是说一个让你安心的生活降临了，
这可以是你自己，也可以是别人。这绝对来自一个非常明确的给予跟帮助，跟救生圈非常像，很实质的。刚才说很实质的，我不会说你加油啊，你认真游啊，你的手脚要动，你就不会沉下去，不是在那边精神喊话。他直接丢给你一个救生圈的这个概念，就是金币国王会做的，实质一点好不好？对，他就会这样子。所以要么就是你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自己反转了，要么有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的国王，非常的稳定，非常值得信任的国王来帮助你，很棒啊！稳定的对象有可能。再来继续国王，权杖国王，这个国王很有力、很实际以外，还来了一个魅力的国王，这个是有一个什么表演者，甚至有让人家跟随他的一个本事哦，哇，这是非常棒。这要么就是你自己同时发挥这两个能耐，要不嘛就是这个有另外一个人，哇，这你们贵人其实很多。如果把这样的一个国王或者皇帝都看成贵人，哇，都是很等级很高的。你可以眼睛可以看远一点，看大一点的方向，不用看你身边的那些小事哦。你可以展开的，或者是说你可以发现的东西就哇，完全超乎你想象，因为他们等级都是国王等级的3张一般不会这么大的能量。前面很压抑的，就过程慢慢的那个浮现之后，我觉得这个救生圈我就感觉不是救生圈了，感觉是救生艇了，一个快艇直接来解救你。这个权杖国王代表是行动力，还有热情跟主导权，所以这里的可能就是你会遇到一个非常有魅力、非常主动的人，会来关心你，会来提拔你，而且是用行动来证明的。这个给你精神不是精神，实际上实质面的资助以外，有人又用行动力来表示。你看，这不是游泳圈而已，这是快艇的一个大船来接你。所以这个魅力有主导的人也有可能是你自己就会变成那样的人。所以你如果同时拥有这样两个层级层面的话，其实你内心很强大。当你释放出来的时候，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看到你自己的潜力这样的幸福啊，最后的那种幸福感啊，也就来自这样了，不是吗？如果这两个很强大的东西在帮助你的话，怎么可以不幸福不快乐？所以好好的做这两个功课，到底为什么被监禁？为什么什么东西让你感觉后悔，感觉到难熬？去把它释放出来，很有那种圣杯八的感觉要去抛开。所以简单的说，你会从被压住的人，然后转变成掌控全局的人，不管是你自己掌控还是别人来协助你，你重返你自己的主导权，这个可能性都很大。这个牌面的力量就是这么大，只能这么解释，你也必须这样子去做，要给自己信心我说你们有很大的潜力如果这两个真的是你自己的能量的话，你去看，你有觉得你有被压抑住了，被疏忽了，或者被你自己漠视了，觉得你要展开一下，明明有，为什么要去放掉、去放弃？太浪费了。那如果是别人，那更不要浪费，好好拿来用，看到、看见、接收，然后改变自己。最后的金币的王牌，哇！这其实也是另外一张国王的意思。王牌是初始刚开始刚发生新的东西，而且是以一种金币又是土的能量所以这个事情，你们现在的惊喜会朝向一个非常确认、非常肯定的方向去进行，不是模糊的因为太多金币在那边支持了。这是你惊喜的本体全新的开始，真正的机会。可以长久发展的东西，就跟这个向日葵一样，很多事情都蒸蒸日上，向阳而生，金黄色的能量跟钱我总觉得你们会有一些金钱的，可能会带给你一些反转，你从此会觉得就不再焦虑。如果你们在金钱面有这样子的干扰你的问题存在的话，或者某种生活的稳定性的部分可以看到。所以这张牌在显示什么？金币王牌就在讲工作的机会、金钱的机会、长期的关系，
这不是暧昧哦，是可以落地的东西哦。这个暧昧可以任何的暧昧啊，说不清楚的关系，什么感情部分，还是说不清楚的那种职位乱七八糟，还是投资搞不清楚的。例如这样，不会有这种模糊了，金币都是一种确认，而且是新的确认。所以整体的一个故事线帮你串起来，你们来看看我们第一组宝宝，这个能量啊，总归来说啊，你曾经困在一个你不快乐但是稳定的状态里面，你压抑自己很久很久很久了，然后啊，某个契机就会出现，救生圈对吗？愚人，你就会有勇气跨出去。接着啊，你就会进入一个更稳、更有价值的生活。金币国王跟王牌，金币国王跟王牌中间还有一个权杖国王，魅力的展现，会变强了。那个强是来自于吸引别人的目光，你有能见度，而且人家会欣赏你。你不是在被控制的那个人，而是反操控的人，这是反转。因为你的皇帝能量跟那个国王能量很多在这里，你一定会反转。你有这样的底气，你绝对够的，要相信这个。所以这个惊喜啊，很具体哦。如果在感情面的话，你会遇到一个成熟稳定的人，或者是一段关系突然变得很认真，越来越认真。本来让你焦虑的，突然出现转机，游泳圈都出来了。这个人要么他自己想通了，不然就是突然他自己想要促进了，就是这样，不会再给你模糊暧昧了。感情面就会这样，甚至有机会出现因为两个国王嘛，不同的人在追求你。你突然就不用再看原来那个人了，这是感情的第三个解法。工作呢？工作有新的工作机会，然后你收入会提升。刚才说一直你们的实质面会提升，然后副业如果有副业也有机会赚钱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生方向的一个改造。突然看到自己的一个路哦，你突然知道自己想走什么路了。而且一定会走出去哦！这个惊喜就是你会走出去之后，发现哇，世界原来这么的广阔，你不会再监禁在一个小小的框框里面，而且你非常会有勇气离开原来的那个环境，这才是重点。所以给我们第一号宝宝你们的提醒就是，你的惊喜是需要你跨出去，勇敢的跨出去，才会完全的打开。愚人这张牌啊，不是等着来的，是你自己走出去的。如果你最近有一个很想做，但是又有点害怕的决定的话，这个事情可能就是你的惊喜。而且不用担心，游泳圈就在这里，你不用很熟练。刚才说，你不用是个教练级，你是个新手初级都 OK 的。不用担心自己好像什么都还没准备好，先跨出去再说。那边做边学就边进步了。你不会在原来的那个点上一直在那边考虑，一直在那边纠结，不需要，跨出去做一步是一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1号你们的惊喜能量，我觉得很不错，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哦。一样啊，希望都给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留言啊，留言就是让你想要的东西赶快来到你身边，是真的有用的。那就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下次见啦，拜拜。Hello， 欢迎第二组的伙伴们、宝宝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再次的光临。今天呢的主题来做一个什么惊喜呀，就要出现在你身边了。这个我们让宇宙来给我们一些提示，这可以是关系，可以事件，也可以是一个工作上的问题，不限哦。宇宙给我们什么能量，我就来解读。然后如果大家在这当中有提取到你有感应的，那就去拿来用，这绝对就是给你的一个讯息哦。首先我们第二组宝宝，你们选到的这张主牌是这一张，很特别哦。这一对小
小朋友也不一定小朋友，就一对男女，但是背对着背哦，这一对男女的头顶上的背景有好多的那个表情符号，喜怒哀乐、担心、欢喜、害怕都有，生气都有，情绪很多。那最多的是什么？最多的是爱心，可以看到好多爱心的图案。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的价值啊，很多是在爱里面成长的。所以这就是你们今天的主运呢。你的底蕴是什么？关于这样的一个惊喜跟情感的流动很有关。这可能是你现在面对的是一段感情，或者是人际关系，或者工作上的一个伙伴、同事都可以有，很多是情绪面的。而大家可能没有面对面的把话说得很好，说得很清楚，你可能曾经处在这样的状态。那现在宇宙在说，现在机会来咯，有机会改变。因为惊喜，我们问惊喜是有关什么？那既然有关这个，你又看你周遭有没有出现这些鸟事，话没有说清楚，还是你让你背黑锅的，还是说感情莫名其妙就突然降温了？大家在那边猜测这样子的一些小磨难，我觉得不是很大的磨难哦，很多情绪上的翻滚啊，跟那种冲刷开始要被处理了。这个惊喜是关于这个。后面有3张的神谕卡，主要在解释一下这个主牌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出现的盾牌，这个非常特别哦，因为啊，盾牌很多时候是一个保护跟自我的限制，甚至因为你有一个东西挡在前面，别人没有办法直接碰触到你，这也可以是你的关系人。觉得盾牌挡在中间就形成某种障碍，这也就不难的去理解为什么这个形象是背对着背哦。这个，因为这张牌很明显看到是说，你可能很照顾别人的情绪，然后也很能体谅他人，毕竟这有很多的爱心在里面哦。你的关系人也可能是这样。总有一方是这样，但是似乎又缺少了某一种很深刻的互动或很深入的交流，让人有一点那种好像还少那么一点的感觉，所以情绪才会这样的起伏哦。但是你们又很习惯的假装说啊，没事了，我忍一下好了，就让事情过去了，就这样。好像有点漠视，或者有点想要不要理这个问题，故意不理，有点逃避哦，甚至，但内心又很纠结，对不对？所以这个盾牌更多就是说，哎呀，如果这情况不是你想要的，或这个情势不是你所原来预计的，心里的防御就出来了，或者别人的防御也出来了。这就这个盾牌的存在，它可以是保护，但是也可能是一个隔阂。它是一个双重的能量，但其实大家内心啊，都是还有一点点委屈啊，委屈什么？委屈怎么没有更好？倒不是说自己有什么样的不公平、不公义，我觉得更多的是某种情绪价值的不平等。因为盾牌就是要保护自己的意思啊，大家都只关心自己的情绪，而忘了别人，这也是个盾牌可能的。觉得大家都在攻击你啊，对不对？我要拿个盾牌来挡住啊，这个形象很明显。但是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转变，这也可能是说，如果你们在本来一个比较糟糕的环境，或者说或关系里面，你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的无条件的付出了。所以以正向来看，我们这个东西是多项的，大家的大众能量，你们去看你们属于什么状况。对，你决定了，我决定要保护自己嘛，不会再什么东西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给出去。然后你开始设界限了，所以这可能会是你不会再去秒读那些讯息，或者是说也不会再过度的体贴，然后开始懂得说不了。这不是因为冷漠啊，是因为某些以往的状态情态让你学会保护自己，这就是现在盾牌出现的一个原因哦。想要保护，但是这种保护自然而然的能量也会形成某种障碍，这要注意。你保护得当然可以，过度的时候就变成人家没有办法接近你，
那你也没有办法接近别人，很多讯息、很多关系、很多事件就停滞了，因为变成有一个障碍了。中间来了一个正义，还有平衡，然后还有业力啊。这2颗球看到没有？感觉挂在那个天空摇摆，那似乎有一个距离哦，正义的距离。什么叫正义的距离？就大家认为的公平公正，其实标准不一。每个人都有私心嘛，都希望自己更好，自己能够更棒、更快乐，得到的更多。这是一很正常的个人的私欲哦。但私欲如果大于大家的共同利益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公平的天平就没有所谓的达到一致的一个状态，容易拉扯彼此的标准不同所造成的。所以这里也代表一件事情啊，就是这样子一个人际关系也需要重新的洗牌了。不公平的关系会慢慢的需要退场，因为这既然出来就表示是功课，需要解决。这个距离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落差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认知为什么这么落差这么大？彼此的需要去看到，不是一直把盾牌放在前面就完全就当作没看到就没事了。事情其实还是在那里，你要去理解这样子的一个差异到底存在在哪里，才能够做好平衡。中间这个关键字是平衡啊 ，the balance， 你才能够去寻求到这样子的共融啊。大家要应该说每个人都愿意退一步的时候，也替别人想一步，当然不是让你全部的概括承受，然后委曲求全，不是哦，是你能够退到什么程度，或者说你可以牺牲的，这个是你的范围，你的承受范围内的话，那如果你这样子做了，别人也看到了，他接收到，他也愿意这样做的时候，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但是这需要一些智慧哦，也需要一些练习。所以这样不平等的关系会需要得到一些退场的机制哦，然后去展开新的关系。然后让彼此会更对等、更健康，才不会有业力继续在那边纠缠。这是一种宇宙在帮你调整的能量。我觉得2颗球，它在那里虽然有距离，但是如果你现在看到的距离，就是宇宙在提醒你要怎么靠近，怎么让背对背的关系或者现象或者人事能够重新的面对面。这是现在看到的一个惊喜，是出现在这势必会被改变。我们既然说惊喜，就是原来是背对背，看不到有距离，但是即将要突破了。这个盾牌背面，我刚才说背面意义、负面意义来说，障碍也会慢慢需要消除。消除的方法在后面很明显了，来了一个最后的这样，这也是关键，这是一个结局哦。治愈、疗愈。这个好像个月亮的脸哦，流下了眼泪，好像很伤心很难过，可能有以前的一些低落低潮、失落、受伤、不明白这样的委屈或这样子的不舒适感，流下了眼泪。这个眼泪不一定真的是流眼泪，就是某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你的这样的眼泪慢慢的滴下了，下面是花耶，长出了花。所以这就是一个疗愈啊，把你的伤口变成未来的动能，而不是一直在那边挖掘自己的伤口，好可怜哦，我好凄惨哦，我怎么这么糟糕啊？一直在想这样的负面的事，那个伤口只会越来越大。把伤口把它愈合好，到底今天为什么会受这个伤？去了解啊，然后去疗愈好，结痂了，这个伤口你这个表面反而更加的强壮了。这个所谓的疗愈就这样产生了。所以啊，这个幸福啊，这个所谓的这样的惊喜来到啊，它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过程哦，更多的是说你不会再心累了，然后也不会再需要一直去猜测，那也不需要去委屈自己了，而是懂得去以一个更好的方式去做自己的那种轻松感。这就是疗愈成功，你后面会有这样子的疗愈期，这也可以是互相的疗愈哦。我看到了，因为你们一直有双对的感觉，2颗球，然后2个人，这个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在里面。
细波的塔罗来看看这个历程，这样子的一个惊喜的历程，又会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发展的轴线？来看看第一张来了什么？来了一个女王牌，这非常的好的牌啊！女王其实是温柔的牌啊，是一个同理的。所以刚才不是说你们其实很在乎别人的情绪，也可能过于在乎了，所以容易受伤，对不对？就是付出的比较多，然后也照顾别人、体贴别人比较多，那反而承受的也是你。女王有这样子的可能在里面，比较柔情一点，比较顾全大局一点，但是很多时候也等于说自己要承担很多，就像这只小兔子，它不容易啊，它只是一只小兔子，但它承受了很多它不能承受的东西，但是它的温柔跟温暖其实是会发展出去，虽然当下或者在付出的过程里面，你可能看不到成果。但是其实女王的能力就在于她可以滋养别人，可那个东西看它的枯萎程度，你的周遭环境或人事的枯萎程度有多少，它需要被修复的时间有多少，就可能各个人不一，就看你们的能量。所以你要有耐心的，其实有时候就是要耐心，但是自己又不会在这样耐心里面被消耗，这就是平衡的重要，有没有？这种所谓的正义的平衡。我不是去完全不给，完全的拿个盾牌挡在前面，而是我是适度的交流的。当我给出一点的时候，你有没有再回馈给我一点？你要有善意，但是我相信你们有。那你们的关系人，我觉得不排除他们也有，因为我刚才说你们有一个建设的相互关系啊。所以啊，你是有包容的，你有温柔的，你有很多爱的人。你很会照顾别人，甚至有点过度付出的时候，这时候可能要提醒你，不要把对方放得比自己重要，自己都是最重要，不是叫你自私，而是你不要过度的消耗自己。你可以付出，你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去做就好。过度，什么叫过度？你已经不舒服了，你已经不开心了，你已经在压抑了，那就是有些东西失衡了，这个业力就产生。很明显的，所以这边一开始就出现了很好的品质，没有错，但过度了也不好。再来是一个金币的侍从，这个惊喜的还出现了一个某种不成熟的能量。你们惊喜面，这可能是一个刚开始的某一种练习，可以是关系。我这边看到的。很多能量是刚才说情感，你们的人际面或者说感情面的部分有比较多的纠葛的时候，看得到，这需要练习。因为金币的侍从它通常慢，它需要学习的历程，它需要慢慢的看，然后自己再去做，它甚至需要一个标准，一个带领，因为它就是一个小孩，金币小孩的概念，就像这个小松鼠一样。但是它不是没有心哦，只是慢。金币的能量是土能量，都比较慢，它需要时间去养育、去教育。就像刚才说的，到底你身边那些枯萎的东西、人事物、环境，到底有多干枯，要看程度。但是可以慢慢恢复，让它有点时间哦。他只是思想可能不够成熟，或者是刚开始进入这样的领域、这样的关系、这样的环境还不清楚、搞不清楚状况，因为他不是那么的厉害在这方面的时候，他就会有点退。他这个退不是故意的，是因为他还在看状况，他需要了解之后慢慢去吸收，只有自己知道了，然后他才会慢慢才会成长，那是需要过程的。这可能就是也有在这样子的关系里面，对方付出的比较少，然后你付出比较多的感受在里面了。但是这种感受不是因为他不付出哦，我看得到的是你们这样的一个交流啊，比较多的是某种不平衡，刚才说的某种条件的看法有一些落差造成的。然后旁边出来了一个皇帝牌，皇后跟皇帝是一对来着，所以如果又在感情面，或者是说暧昧关系或者情感的关系里面，我们会看到的是说，你们都是很强大的存在，但你们的相处模式却是以一种比较需要练习，然后慢吞吞的能量。我大胆的姑且的假设，你们彼此有很大的一个
控制欲造成的一个结果，控制自己。国王跟皇后他们很成熟没有错，但也代表理智、理性。当所有的条件或者是说环境符合的时候，你们突然就会理智都在线，然后突然都会把这个放在最重要，就变成自己过于重要。但是我可以看到的，毕竟皇后还是比皇后少那么一点控制欲，所以这边看到的不平衡很可能来自于这个阳性能量的控制欲比较高，这是感情面看到，所以你们才会造成这种所谓金币的缓慢的，像一个小朋友的能量一样，幼稚园等级，成熟的大人过着幼稚园等级的一个历程，行为模式就是这样子。金币在这边说要讲的，因为这个国王太有戏了。他本人就是一个冷静，然后又有控制欲，刚才说的理智，甚至有点距离感的存在呀。就这个狮子跟这只兔子，你觉得哪个比较好亲近？那这个狮子不是比较难的，他有优越感，甚至有优越感，很有主见。就是因为这样的强势，造成他也不太懂得表达情感，所以也是造成这种金币你们之间的这种交流，更像这种土的能量啊。缓步进行，然后甚至有点停顿，到底懂还是不懂？到底有没有在做？不知道，完全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在进行也不太清楚。然后，但似乎有在带大家有在这样的关系里面，很防御、很猜测，就这样出现了吧？我想，就盾牌就来，到底是怎样，对不对？我一直在做，你有没有在做啊？但是大家的做的条件跟方式跟步调可能不一样，产生的落差很明显是这样。但是过度的掌控、过度的付出，就会造成失衡。就刚才说的，所以这边是我觉得在感情面需要注意的。然后也可以扩及成合作的对象、合作的关系，因为你们都是关于人跟人之间的感情的成分比较多。我们第二组宝宝，所以你们可以看你们的能量。然后造成这样子的停滞，某一种很怪的一个，明明应该大家都很厉害，但是却用一个很幼稚或者是很初阶的方法在进行某些事物，或进行某些专案、某些工作内容，也有可能是这样。那这边再来进行到第4步骤的时候，这似乎有点转机了，因为圣杯8，这绝对是一个转捩点哦。圣杯8代表离开。这个离开什么？离开圣杯的那一种情绪，圣杯就代表过去的能量，任何的不舒服、任何的失败、任何的挑战、任何的低落，不管什么，只要是有点负面的情绪，都应该放掉。圣杯8就是这样，离开它，决定了，就走了。把那个杯子留下，不要变成自己的负担，继续往你的路前行，还背着这些那个情绪的负担，那完全是没有办法有帮助的。大家似乎知道了，这就是圣杯8这边出现的惊喜，你的惊喜最后会登场。因为啊，这是一个行动力跟主动的能量，我想要去改变的能量。所以啊，这个会选择离开，这不是争吵的那种离开，而是说，好，我看清楚了，我也累了，我也不想再这样子下去了，是一种很安静的、很坚定的抽离。所以大家如果愿意抽离了某一种自己的焦虑的时候，这个就达到平衡的业力的平衡，你们彼此的两方双造。如果在这个地方有坚持的话，这个盾牌这种保护慢慢应该就会卸下了，那个圣杯8就会在这边产生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提醒。甚至我看到是说，只要你愿意带领，如果你那一个你的关系人太过硬的话，因为他是国王牌，可能比你更硬一点，但你愿意做一个示范，这个有刚才说有学习的精神，他也会 mirror 你的，他会映照你的做法，然后去学习原来可以这么做，所以你们可以试着这样看看。最后来了一个权杖骑士，这非常棒啊！惊喜，最后真的就是惊喜，一个很有行动力、很有主动能量的一个牌出现。这可能是一个主动靠近你的人，一段快速发展的关系，或者是一个让你重新有热情的机会，就是权杖的骑士。
非常有冲劲，它是一个火爆的能量，真的有点火爆，甚至有点冲动，到最后会带来这样的冲动。抛开了，我们没有那些顾忌了，当然就动起来了。突然就觉得，速度快很多，跟这原来的金币会不一样，跟完全不一样。绝对不会冷，也不会去压抑，也不会去拖拉，而是直接来。这就是权杖骑士非常棒的能量，所以在后面很好。所以这整个故事轴啊，这连成大家都听得懂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你曾经在一段关系里面，如果付出很努力的付出，这可能是你过去，但对方可能没有给你相同的情绪价值。我们讲的是广义的，不一定是情感面，任何关系里面，那你们就会开始觉得，也会意识到这样的不公平、不平等。于是呢，你就会慢慢收回自己，不管你的情感、你的付出还是你的投资，任何东西，你就开始要收回一点，然后你开始选择。后来又想通了一些东西，选择我应该离开这个圣杯八的情绪。接着一个更直接更有行动力的能量就出现了，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历程哦。大家这样说应该就清楚。所以这惊喜可能会关于什么？如果在感情面、人际面啊，就会遇到一个非常愿意主动付出的人，或者这段关系重新走向主动，然后或者是一个不再让你猜测的关系。你们现在如果有任何暧昧，有点不清不楚，有点困扰、纠结、只有隔的。也会有改善，然后或者是说，这个惊喜就会让你重新找回热情，有这个机会看到，可能是新的环境、新的圈子或新的相处模式，这是在感情面看到的。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说啊，这个惊喜啊是建立在你先离开不对的东西之后，有没有这个权杖的骑士？是来自于圣杯八，所以这个情绪我刚才说带领很重要，你可以自己先做一个示范。没有动静的时候，大家都在那边拉扯的，在那边对峙的时候，停滞的时候，这个关系或这个现象、这个合作，任何好，你就先做一个示范。你来做的时候，他会跟着做，他可能没有你那么熟练，但起码会学到，会学到一些，然后会试着去用这样的方法去回应你。这样你等于也得到了一些东西，而不是说你就跟他硬碰硬、拖拉或者直接等待下去。你要做点什么？这个业力的平衡哦，我觉得来自于你们的某一种行动，就是圣杯八。某些情绪我付出太多，我做太多了，我已经牺牲太多了，这种负能量先抛掉，我重来。好，那我来示范该怎么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正常化的关系，去做一个教导。金币的事从小孩需要教导，一直说，让这样子的一个笨拙的能量能够提升，以后才会走得顺。教育很重要，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2号能量。这个惊喜我觉得蛮惊喜的，好像可以教育成功了，可以把那个教化成功。现在的关系或关系人关系现象都有机会，很棒。那希望大家有机会改善更好的自己从这个内容提取能量一样，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喜欢的给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留言让你想要显化的东西赶快来到你身边，这是真的有用的。那就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Hello， 欢迎第三组的宝宝们、伙伴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再次的光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关于什么惊喜即将来了，即将到你面前了。这个惊喜我们不会去限定，我们就看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个指示或讯息，那我解读给大家。如果你有感应到，你有产生共鸣，那这就是给你的讯息，一定要去截取截取你自己有共鸣的部分。这很重要这毕竟是大众的能量在这里，很多人聚集的能量一定要去做提取，不是全盘的接收，这才是大众占卜解读的方式那我们来看看3号宝宝，你们的能量是关于什么？第一张牌，这是你们选到的主牌这个惊喜是关于什么？关于钻石钻石很久远
一颗永流传，钻石很久远。这是一种很坚硬的一个矿物，也很有价值。然后这在一个森林里面浮的钻石，这个森林感觉有点幽暗哦，不是这么样的热闹，甚至有点沉静。在这种沉静之处，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的东西的呈现。我觉得很多是钻石之心这种感觉，因为下面有一个女孩拿着一个气球，然后呢，气球是爱心，气球的那种轻盈跟钻石的重量剪影比较起来是一个对比的感觉哦。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处于一种你在很轻松的一个状态底下，会接收到某些能量很大，而且是蛮有价值感的东西会来到你身边，这就是惊喜。你的主能量想要呈现这样，它很有一个所谓的惊喜度，我觉得都超越前面两组，因为你们有很高的某一种不确认跟灵性，还有甚至以往过往祖先或传承家族的能量在里面。因为后面就来了这个图，这个是传承，就像一个树有树枝啊，然后大家去分散出去啊，去慢慢的扩展，然后都是从这个树开始去发展出来，这些树枝树叶，对不对？就是一个传承的概念。旁边来了一个更神奇的，这两张牌几乎一样，这不同的牌组，但是能量竟然类似。它出来的是一个祖先的指引呢，有点像灵光乍现，但是来自于某种不可知、未知、无法说明的能量，我就把它当作某一种高灵、高我或者你的祖先的指示，类似这样。很特别的牌，然后第一张又来的钻石，我甚至看到的你们现在惊喜跟你们的家族传承很有关系，或者某一种典范、某种固有的东西一直传递下来，也非常的有关联。可能是一个很厚重、很有历史，甚至很有价值的东西。我不排除它也可能是你会继承到某些真的是财务或金钱上的东西，因为钻石就代表着某一种财富的东西。那另外一个是指心灵层面上的，你们会开始需要去注意一下，你们现在的惊喜来自于某些灵光乍现。这灵光乍现就像这个图所说的，它是未知的，它是无法说明的，是有点玄幻的，甚至然后来指引你。所以那个我就把它当作一种灵光的乍现，一种突然闪过的一个念头。所以你们的惊喜会来自这个，而这个念头可能会促使你去做某一种转换，你的生命或你的生活从此就不一样。听起来好像有点玄妙，但是你们这一组的确是这样。深深的深呼吸一下，再好好想一下你们现在的状态，然后来看看是不是呼应你。不是的话，你可以选别组，因为这组真的比较特别。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哦。这是一个很高层次灵魂的转变。这个是一种可能你经历过压力或时间的淬炼，就像钻石一样，那你慢慢要发光了，慢慢要重新被别人看到。经过这样的传承，这样所谓历史祖先，我讲的都是我觉得可以把它统合成某一种未知，然后你必须经历、必须经验、必须去让时间经过的一个历程，甚至你不用太过的去想为什么，因为那无法解释，你就做就对了。但是你的这一颗钻石啊，你这颗钻石应该这么说，你本身有可能是你自己的能量，你开始被琢磨了，可以到了被人家切割成钻石的程度了。更新，你的版本更新了，你不再是原来那个矿物了，你被切割成钻石了。经过这样子的某一种灵性的洗刷，或某一种我觉得甚至是某种艺术性，或者某一种哲学性的注入跟引导底下，你创造了或者你们领悟了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带来的惊喜。它可以是一个新的创意或新的想法，但是这个新的东西其实来自很久时间的淬炼，
大家不知道这样可以理解吧？如果你是这样的能量，我相信你们就可以理解，因为第三组宝宝你们是真的比较特别，压力的形成有没有？高压那个钻石才会形成，那不是一个脆弱的东西。就可能你以前很累很迷惘，甚至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情绪都一直在起起伏伏当中。这不是你做错了什么，而是你现在正在被转化。这个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啊，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是你必经的过程，宇宙在捶打你，在锻炼你。经过这样的时间，然后它会给你一些灵性的启发，你就懂了哦，原来这段时间为什么要这样度过。你都更新了，你的版本，你的整个人都不一样了。这就是我现在看到的惊喜。正在被转化、正在被雕琢的过程，这就是我们第三组的神谕卡一直在展现的很神秘的力量。当然，我刚才说的，如果实质上也真的是有继承的概念在里面，会继承到某一种传统的东西，那个传统的东西是可能真的是金钱的，或者是某种价值的东西。再来后面的塔罗牌就更加再去细部解释这样子的内容，因为这个也很玄幻，所以也必须要塔罗来解释，不然我们第三号宝宝不知道还能不能了解这样子的能量。我们继续看下去，这样是一个能量，它会怎样被引导，或怎样的一个历程去展现出来。首先出来的就是这一个月亮牌，这很特别。月亮代表的是某一种不安焦虑跟迷惘。刚才也在讲嘛，这个钻石被形成的过程里面是高压，甚至是说历史时间的淬炼才有办法的。所以这样的一种迷惘，或者某一种担忧、害怕、情绪的起伏，看不清真相，也非常能够理解。那个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形成什么，就在过程里面，你会形成钻石先破题，就是钻石。所以不要去担心自己有没有走错这件事情，不要去纠葛在这里因为毕竟呢，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传承跟指引，它是很形而上，甚至很灵性的东西。你需要用很高的自我的那种深刻的感性去感应它，去感觉它，你就会比较容易度过这样子被淬炼、被捶打的这样的过程但你要相信这个祖先如果你相信神灵的话，你的祖先是在保护着你，因为这边有传承，也代表某种祖先的概念，或者是说你在疗愈某个家族的议题、课题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月亮的纠葛、忧愁。对你疗愈的东西是关于家族性的，甚至是打破某种循环某种固有的传统的框架观念类似这样也有可能。这两张牌在这里，但是很重要就是后面会更新嘛，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到更新这个牌，你就不会觉得这样的过程很久，然后永远看不到结果。它不是一个小的改变而是整个人被重启重新塑造。刚才不说吗？你们会得到很高度的一个指引，你就会被切割成钻石。那你要进行的这种东西的某一种传承性，或者是说僵化的东西要改革的话，你有机会改革它。如果这是在讲工作层面上，这有一种很深层的内心的去确定自己的方向，确定这个路是可以的。那你要相信这种是。当然不是指一定是祖先，我觉得更好的解释是高我、灵性那种宇宙的指引在告诉你，你看粑粑、喇叭，对不对？在提醒，这个是很重要。你要去抓到那种原始或者以前人的经验拿来用，然后把它改造，甚至有这种可能，对。然后就不要担心，你其实是可以成功的，但是你需要学习的过程。因为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圣杯的侍从，圣杯侍从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需要学习的一个牌。圣杯侍从他很有好奇心，然后也很有一个所谓的探索欲，他很想要尝试看看，很想要去试试看，这是一个新的一种蠢蠢欲动。
就像这条小鱼啊，在那个海葵还是那种海藻啊里面流动啊，有点害怕，但是我很好奇外面是什么啊？这是圣杯的一个侍从，对，圣杯侍从的一个是小孩的这种好奇，这样子的甚至有点乐观的，有点探索欲的这样子的情绪去做很多事情的开始啊。所以这样子，我觉得你愿意踏出这一步就很好，去尝试。这有机会就连接到你刚才说的灵性的部分，你想要去探索。所以啊，这边看得到的是说，这样的一个侍从啊，它会让你从原来的迷惘啊、不安啊、情绪的起伏啊，我不知道真相如何的一个状态里面，慢慢变成说，你开始慢慢懂了一些东西，然后有些讯息跟温柔的能量会进来了，然后这个感受跟直觉力跟你的内在小孩就慢慢的发挥了。这可能是一个人带来的温柔，或者是一个讯息让你很感动，或者是说你开始听见内心的声音了，这样子的一个觉醒啊，帮助你去摒除原来的担忧跟干扰跟害怕。然后这样的一个支持的温柔力量是在一种学习的过程里面。我刚才说那个圣杯的小孩更多的是他有那种初心，不是很熟练，但是很可爱。你可以慢慢的在这样子的情绪的转换里面去慢慢度过，而不是一开始就从月亮就开始变成开朗，大概很难哦。但是你可以从那种好奇心跟探索欲去慢慢去发展自己。如果你现在还不熟练去让自己更开朗更开阔的话，因为祖先跟传承这边的力量也有可能某一种教条或某种规范在框制你，造成的某一种压抑啊，那慢慢的去让你自己从这样子的情绪里面展开，然后甚至去看到这样子的东西不是压抑。因为你如果把它看成一种条条框框一种规范，然后一种限制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去用原来的经验去创造新的经验。因为一些典范或一些经典，他们的存在都是有意义的，先去学习他们，而不是排斥或者觉得担忧，觉得很繁杂很繁琐，然后觉得很忧愁，不用去担心这样，你甚至可以吸收的。如果你现在在创造的东西跟这样子的很沉重的过去的某一种很庞大的资料也好，很庞大的讯息也好，这样子的东西先去吸收，但你不要害怕你会吸收不来，因为这个圣杯的小孩就是鼓励你要有这样子的情绪。钻石是慢慢就被你给锻炼出来的，就是这样。中间来了很重要的星星牌，核心的转折，所以啊，一定会，一定，因为星星就是一个我们非常有希望又疗愈，然后又有宇宙祝福的一张牌啊！你看这只鸟，那个翅膀，我觉得它是鸽子吧？对，鸽子希望之歌，对，准备要飞翔了。你看这边有不同的光芒的指引。我觉得啊，如果你们原来的那些担忧会让你觉得很痛苦啊，那些担忧当你好好的转化之后啊，其实它会变成你未来的指引，甚至是这个意思啊，很玄妙，对不对？没办法，你们就是这么玄妙。那种原来的让你很沉重或觉得有负担、有压力的东西，还是关系，还是什么事件，这东西当你好好的转化，甚至去学习如何去从里面变成你自己的经验，或变成你自己的一个想法跟观念，或者是说做法的时候，你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反而变成你的新的一道明灯，你的希望反而来自哪里了？你不用重新打掉重练，你从原来的东西里面去锻造。对，就是这个感觉，很明显，星星绝对有这样的指引。我像北极星一样，突然觉得哇，原来是这个方向，这个惊喜果然很惊喜，原来是很沉重你不喜欢的东西，也突然 OK 了，还行呢。当你转化好的时候，蛮富有希望的。所以这非常很直接的跟你讲，你的惊喜绝对是跟这件事情有关而且是那种会慢慢好起来，而且你会慢慢相信他，然后而且甚至重新爱上他这个人事物。
这个本来你觉得沉重的、过去的、规范的，或者是说很迂腐的，甚至 anyway， 就是那种原来的那种东西。钻石，记得它其实是钻石。钻石在还没变成钻石之前，那就是一颗矿，看着一颗石头，看起来貌不惊人的，但是它是切割好之后呢，价值连城。我甚至看到的就是这种可能。不管你现在要创造什么，从你原来的东西、身边的东西先去改造，先去收集，不要害怕，不要觉得那些东西没有用，那些老旧的、那些传统的是没有帮助的，千万不要这么想。我现在看到了，好好的拿出你的好奇心呢，圣杯的侍从这种好奇、这种探索欲、这种想尝试的，反正试试看没关系，好不好？不试才有关系，不试你完全不知道，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很明显，你们一定要去试，然后发现你的北极星就来了。再来怎么样？再来第4章这个历程来到第4步走的就是个圣杯女王。我觉得完全就解释你前面的那一些情绪会完全得到颠覆啊！本来害怕的、担心的、担忧的、被干扰的，最后第4步来到了圣杯女王。大海的这个蓝鲸是不是很大的哺乳动物啊？一种很有存在感的存在啊，而且这个代表情绪之水非常的丰满，就像这个鲸鱼这样悠游啊，你可以很自由啊，不是这个像小鱼在旁边很害怕这种概念，不是完全改了。你一定从这样子的北极星里面找到了你自己的方向，或知道了原来可以这么做，原来我改造之后这么好，就是这样的意思。改造有没有改造？这在那个后面这一张最后一张牌就是在讲情绪会非常的稳定，而且这是一种温柔、有直觉力、有爱的一个感受的力量。而且重点是你不再会为别人流失你自己，不会再为别人丧失你自己的感觉，因为你就是女王的存在，你的情绪是来自于自己的丰沛的情感。不需要来自任何人，而且你还是很温柔的，不需要去担心受怕的，你就是一个温暖的存在。在这个事情之后，在这个惊喜之后，你会非常的开心，你得到这样子的东西，甚至你开心你自己曾经就做这样的转变了，而不是只是裹足不前，只是停滞不前进、不作为、不反应。这完全不会显化后面的东西，一定要做，这个是历程。宇宙说你的惊喜是来自这个，那如果你只听听就算了，惊喜也就是那样了，它只会变成一个真的就是祖先的一个某个梦中的话而已，它不会成真。但是它如果告诉你，你有这样的可能，你有这样子的成果的时候，如果你去尝试了，很开心，对不对？4宝剑4在最后一章，这在说了一个很冲突的东西，就说这样的东西不是停滞，一直在强调这是一个真正的休息。我甚至看到的是说，当你做好这样的东西之后，你的整个身心灵会得到疗愈。刚才也讲过，你们会有个灵性的提升，也就在这里。你在更新这些东西，在更新自己的版本之后，你得到了心情的满足，心情的一种价值的收获之后，你会更安定，你会更丰富，你会更美满。而你这样的美满，你就让你自己终于能够休息了。不管你曾经有多辛苦、有多累、有多迷茫、有多无助，你的稳定感就来自于现在前面讲的这些事情。最后休息，宝剑4是一种安静的状态，它代表的是心的安静，身体的安静，然后你也不再焦虑了，也不再内耗了。这是一种我终于可以好好躺下来，去欣赏我现在周遭东西，去体会，甚至说去感受，而不用庸庸碌碌、匆匆忙忙。就是这个宝剑4想要告诉我们3号宝宝的。它是一个很安静的一个状态，不是说这东西到最后都完全停止，是终于你找到一个港湾了。这个港湾就是你的安全之所，你终于找到这个安全感。
我看到了很多一个很无法解释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现在当下告诉你答案的，但是真相会慢慢的显现，当你去执行的时候，当你去学习的时候，当你愿意去改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北极星，然后让你如何从原来的不满意、不满足或者担忧里面慢慢的重生，然后变成一个可以享受你自己生活的一个人。这就是我现在看到我们三号宝宝的惊喜，这非常故事线非常的明显。你曾经在一个迷惘或不安之中，但你开始听见内在的某个温柔的讯息，然后宇宙开始为你打开疗愈的通道，你也开始离开原来的那个环境或原来的纠葛，然后你慢慢就变成一个非常稳定、安定而且有爱的人。最后，你终于得到释放，得到解脱，得到安宁。讲的是不是很神圣？真的就是这个感觉。所以这个惊喜啊，不是一个什么单一事件，而是一个状态的诞生。你的新状态可能是一个很温柔很疗愈型的关系进入你们，或者是遇到一个让你可以心安的环境，或是工作，或者是说任何的事件也开始走向了一个平稳，而且你看得到未来的方向，然后你情绪会慢慢的稳定下来，这是最重要的。那走出那种焦虑跟低潮，甚至最后还灵性成长，直觉力还变得非常的强，然后你开始非常享受自己创造出来的路。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讯息给我们三号宝宝，因为你非常的特别，所以一样提取你有感应有收获的，改造更好的自己。没有感觉麻烦离开，不要概括承受。你可能选错组，因为有时候大家看图片可能不太确认了，选错了没关系，去看别组，说不定能量在别的地方。第三组宝宝，如果这是你的能量，好好的去留言一下，让我知道你们是怎样一个灵性的成长，那么玄妙那么悬疑的过程，但是看来是会得到很棒的一个成果，只要你们愿意改造自己。好，这就是我们三号宝宝的能量，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一样喜欢给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留言让我知道你们到底是身处怎样的一个状态，或者想要告诉我什么都可以好，那就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